我老公看中医把人家老中医整疯了，人家说他痞湿痞寒，他说他只是屁多屁臭。是这样的，大胖媳妇平时吧，她不看中医，她甚至都不看任何医，她就活的吧无比的健康快乐。但是呢，她有个外国朋友在一个中医馆办了一张卡，最近要回国，就病没看完呢，人走了，就把剩这2200块钱的中医卡给了大胖媳妇。大胖媳妇手拿着这个中医卡，就实在是不忍心浪费，问我要不然就去看看病，万一有呢？结果大胖媳妇就去了，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的中医问诊，她完全不了解情况。然后这医生给她把完脉，就开始慢慢问各种问题，很多问题。你最近吃饭香不香啊？饭 rice 香不香？大胖媳妇看了我一眼，跟医生说：盖饭香，炒饭香，黄焖鸡米饭香，有点菜汤都香，纯大米饭的话不香。医生，我饿了。我喜欢排骨肉、大盘鸡、羊肉泡馍、饽子，你有吗？我喝的。还行。然后医生问：你爱吃重油重辣的东西吗？大胖媳妇说：看菜，毛血旺我喜欢重油重辣的，但你说像小龙虾哈，我其实喜欢五香的。不伤的手风扇，好吃。真香。然后问了众多问题之后，医生说：你呀，应该是痞湿痞寒。大胖媳妇看着医生，尴尬的说：我只是屁多屁臭，我极少遇到屁湿的情况。他那个痞湿非常严重，我都是脾肚脾臭，脾肚脾臭。然后医生就觉得他有点毛病，然后大胖媳妇也觉得医生有点毛病。都聊到这儿了，大胖媳妇问我：这医生也太唠嗑了，唠20分钟了，啥问题都问，他咋还不看病？我才明白，这个中医问诊时候讲究这个望闻问切，就是问很多问题来了解你的身体情况，而不是像西医是靠测血呀、排片这些。大胖媳妇她完全不知道，她以为看病一直都没有开始，只是遇到了一个很义的医生，在看病之前想跟他先交个朋友。我说你仔细思考医生说的话，严谨一点，别瞎回答，这都是诊断你的依据，好好回复，明白没？他说啊，都看上病了，好好。然后医生最后一个问题，对了，你那个大便容易成型吗？大胖媳妇看看我，又看看医生，思考了很久，容易成型吗？那玩意儿我也没捏过呀，我也没捏过呀。然后医生给他开了一次针灸，原来他对针灸也是有一些误解的，他以为针灸扎进去就完事儿了，但是那医生每隔一小会儿就会过来转一转他的针，这是人家的手法。但大胖媳妇以为这个医生他就是多动症，没事就过来鼓捣一下这个针，人家医生搁那儿拧针呢，他告医生别玩，别玩啊！回家我发现真给他疼够呛，裤子都湿了。我说你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洗。咱家最近新换的三星 AI 爱神，有更聪明的 AI 泡泡镜，能感应衣服面料来出泡，洗得更干净，还能省70%能耗，食品级蒸汽除菌，洗完就烘，干干爽爽，超薄嵌入设计，不占地方，容量更大，颜值还高。医生给出的治疗方式有3个，3管齐下，一是针灸，2是食疗。医生说回家之后15片黄芪炖1只鸡，连吃10天。大胖媳妇听成了每天1片黄芪炖15只鸡，连吃10天。大胖媳妇说我觉得我最多一天能吃9只鸡，9只鸡。最后一种治疗是摁肚子，医生说这3种一起治，能改善他的脾寒脾虚。我控制不了，脾多脾臭，我意思。哎，俺家张拿铁呀，办加拿大护照的时候被加拿大给拒了，不知为何加拿大人不认可他是加拿大人。是这样的，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像我们家这种父母一边是中国人，一边是外籍，这些串啊可以同时拿中国的户口，也可以拿外国的护照，一直到18岁之前可以脚踏2只船，直到18岁的时候自己选择一边，放弃另一边。张拿铁呢，虽然出生以后就没离开铁岭，但是在奶奶温迪的眼中呢，孙子一直是一个加拿大的游子，所以就一直盛情邀请这个从来没出过国的张拿铁回一趟他的故乡加拿大。我们寻思呢，可能将来有一天是要去看看，这样的话呢，就需要给他办加拿大护照。我们是今年6月份提交的申请，把张拿铁所有的情况都解释的清清楚楚。他爸就等着，一拿着护照，带着拿铁衣锦还乡呢。结果4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信儿，拿铁衣服都很紧了，依然无法还乡。我们寻思咋回事呢？然后前天就登录网站查了一下他的办理进度，一查很刺眼呐，拿铁章未被受理。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哪些疑点，让加拿大方对张拿铁是加拿大人这个事儿颇有微词。大胖女一看儿子未被受理的结果，那气得口吐芬芳啊，跟我说：“你说加拿大作不作？人口本来就不多，又拒一个，又拒一个。关键是吧，张拿铁的户口前2天不让他奶给整丢了吗？现在呢，家方又拒绝，在身份这个领域上啊，看起来很光鲜，实际上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在张拿铁的户口得到补办之前，这个人在宇宙里很神奇，他存在，他又不存在，他是一个户籍黑洞，薛定谔的铁，薛定谔的铁。然后通过护照这个事儿哈，我就发现大胖媳妇整个这个人有很大变化，被我妈同化的非常严重。我跟我妈说，我说张拿铁这护照的事没办下来，我妈说，那你俩不知道努力吗？这要搁以前吧，大胖媳妇肯定怼他，结果这次来一句找人。我妈说，让铁岭户籍科给递个话，这相关部门系统都联网的。大胖媳妇说，那给送点锦旗啥的。我妈说，锦旗不行，你得整个月饼啊，这个大闸蟹呀，这个礼盒之类的。大胖媳妇说，懂，月饼底下放张卡。俩人就击掌相庆了，还得我说你别搁这扯淡，现在没有人整这事儿了。他这个被同化体现在方方面面，买了3箱帮宝适拉拉裤，说是搞活动。我说现在用京东 Plus 囤帮宝适不用等折扣。这几天从北京到铁岭，张拿铁在高铁上跟着一路折腾，帮宝适散热拉拉裤全程 hold 住，所以家里离不开帮宝适兜着，大人少操心。最严重被同化的就是儿子的教育问题。张拿铁不是被双语幼儿园给拒了吗？他以前根本就不在意，说咱儿子最适合应该去母校，
去什么说理？现在被我妈洗脑呀，认为教育非常重要。昨天跟我说，实在不行，咱也找人。不行的话，我打个电话，咱领他去找我老公吧，能给办。我听完都懵了，他以前也没提过有这个人啊。唠半天我才明白，他认为他现在汉语越来越好了，开始炫技了。他认为中国人的汉语好，最能体现炫技的一个技巧就是缩读。比如你把工商银行简称为工行，这就能体现你汉语好。他也炫技，他想说的是不行的话找人，找他以前工作过的幼儿园，也就是他老的工作，他自己给缩写了，结果就是要领我和孩子去找她老公，找她老公。我今天在东北，说话就是张大铁，你加拿大护照没办成。可是我赢了。拿去，我给你。哎呀，我婆婆这想念中餐，想念的不行的，但是嫌这个中国餐馆太贵，还舍不得去。以前我去呢还能露两手，现在也没有这待遇。所以前两天我母亲节嘛，我小姑子给我婆婆送了一个礼物，炒菜机，因为他们不会做中餐嘛，就用这炒菜机来做中餐。结果一家人全员出动，在炒菜机面前站倍儿直，炒了一个毛菜，累废4个人。最后炒出那盘菜吧，就怎么形容呢？就感觉是那个东北烂炖吐了似的。这个炒菜机吧，咱也不知道是谁发明出来的，它是这么用的。就是你选择你做一个菜，我婆婆选的是西红柿炒鸡蛋，完事儿呢，告诉你需要准备什么食材，西红柿、鸡蛋，然后呢，告诉你准备什么调料，还不用一个计量单位，就酱油15毫升，蚝油15毫升，糖10克，葱花10克。这个环节就已经难倒了我婆婆一家人，因为没统一度量衡啊。那以前我说过，那你拿量杯来回就换算上秤，然后你这食材你都准备好了放手里呢，你炒菜机说，哎，你现在放啥？你呱你就赶紧放进去。你炒菜机还是挺要强这么一个人，他要说20秒之后放酱油，你要没放就嗷响。哎妈，这个我婆婆紧张的，生怕出错呀，就演练好几回呀。最后就是排练的队形，我公公站在最右边右1，手里拿着酱油；我小姑子站在右数第2个右2，手里拿着蚝油；我婆婆站在最中间，手里拿着一盘糖；我老公站在最左边，手里拿着葱花、葱瓣缕。完事就开始炒了，哎呦我的妈，那紧张的跟军训似的，那锅就是教官。西红柿炒鸡蛋1连2排，炒菜开始，不数，酱油、蚝油、糖、葱花，报数完毕，准备开炒，放大上。20秒之后，离场，放酱油，酱油在最右边公公手里，所以全家找酱油，香要看切，酱油在这找着，向前看，葱要往这紧密靠拢，好离点，好放完酱油了，好上，等20秒，20秒到了，好离场，放蚝油，蚝油在哪呢？蚝油搁谁那呢？蚝油是哪个？什么是蚝油？香做香油看齐，警报要响了，我小姑发现啊，我是蚝油，好归队，向着看齐，放蚝油，好再等20秒，上。20秒之后放葱花，谁是葱花？我大胖媳妇是葱花，向左看齐，葱花来了，向前看，好放上。哎呀妈，这紧迫感给这家人整的，这菜炒的贼难吃，完焦虑症全整犯了。我说你这就给你炒疯了，那你看这菜谱还给外国人看的呢，那你要是看中国人菜谱呢？开始腌肉，爆椒丸腌多久？腌至入味。炒鸡蛋，爆椒丸炒多久？炒散。好，等待一下，上爆椒丸烧熄多久？稍息片刻。等待油温8成热，爆椒丸什么是8成热？7成热和9成热之间就是8成热。放料酒，爆椒丸放多少？酌情放。开始翻炒，爆椒丸翻炒多久？炒至变色，爆椒丸变成什么色？深色。上